欢迎收听华瑞投音观点。您以为美股创新高是因为基本面真的无懈可击吗？其实这波美股获利大爆炸的背后正藏着令人震惊的巨大水分。根据花旗最新发布的美股策略报告，我们所看到的超亮眼获利居然有高达一半是靠着退税美化与资产重估灌水灌出来的。如果扣除这些一次性项目的虚胖影响，美股真正的获利表现其实与前几个季度没有太大差别。更惊人的是，整个美股市场此时正处在前所未有的极端分裂之中，一边是人工智慧浪潮带来的超现实狂欢，另一边则是中东战火引发的高油价与通膨利刃，正在实质上剥夺一般消费者的购买力，让整体市场在安全指数的外衣下暗流涌动。花旗在报告中深度拆解了第一季的盈余数据，在2026年5月中旬，标普500指数的市场共识，也就是全年美股盈余预估，已经从第一季末的大约322美元一路上调到了336美元。这短短一个多季度以来，整体获利预估被上调了大约14美元，上调幅度高达 4.3%。 然而这高达14美元的盈余修正其实是由两大截然不同的成分组成的，其中有9美元是第一季财报开出来之后超出市场预期的盈余惊喜，另外有5美元则是分析师调升了第二季至第四季的后续获利展望。问题的关键在于，那9美元的第一季盈余惊喜中有大约 4.5 美元是非经营性，未来很难再重复的一次性项目。这说明当前的美股盈余实力需要被打上巨大的问号。花旗指出，这些一次性盈余最主要的水分就是美国企业在第一季集体申报并拿回了巨额的一次性关税退费，同时还有金融资产账面重估带来的非经营性盈余加回。如果把这些退税和资产重估的加回扣除掉，第一季美股实际的获利表现其实非常温和，完全符合过去几季的平庸趋势。华瑞认为，许多投资人被表面上高达 90% 历史分位数的超强盈余调升幅度所蒙骗，却忽略了企业在通膨环境下真实面临的营运挑战。如果排除掉这些一次性水分，实际的修正幅度将会降到大约 80% 的历史分位数。这虽然代表基本面依然具备韧性，但也警示投资人必须对美股目前所处的高估值倍数保持高度敏感与警惕。花旗在报告中指出，汽车与零部件板块就是这种财务美化效应的典型一例。第一季内，许多大型汽车制造商因为申报并拿回了巨额的关税退税，导致第一季开出来的获利数字看起来异常亮眼，单季盈余成长幅度甚至高达 62.1%。 然而当我们回归到本业经营时，因为零组件与原物料等输入成本持续上升，分析师在市场共识中早已将汽车板块第二季至第四季的盈余指引砍掉了 9.4% 之多。这意味着一次性的关税退税红利在极大程度上掩盖了本业成本上涨的本质。华瑞认为，这种财报美化效应会让市场低估通膨对实体制造业利润率的侵袭。如果投资人只看第一季开出来的亮眼数字，而忽视了下半年盈余指引被大幅下调的现实，将会面临极大的估值重估风险。与此同时，地缘政治冲突也成为左右当前美股获利版图的关键变数。花旗指出，自2026年2月底中东冲突爆发以来，原油价格一路狂飙，直接推升了能源板块的全年获利预期。在第二季到第四季的全年盈余预估调升中，几乎全部的增长都是由能源与材料这两大板块拉动，其中能源板块的全年盈余预估调幅更是高达 33.3%。 华瑞认为，中东地区的地缘冲突在实质上形成了美股板块之间的利益再分配。能源巨头获利的飙升在本质上是建立在其他实体消费板块的痛苦之上，这种因冲突而产生的超额利润，一旦地缘局势在未来几个月内出现缓和，将面临极大的一夜回吐风险。除了能源板块因油价而受益，美股其他板块则呈现出冰火9重天的景象。花旗分析显示，自从2026年2月底伊朗冲突爆发以来，等权重的非必需消费板块其全年获利成长预估直接被市场分析师砍掉了一半，导致标普500等权重消费指数至今已经大幅重挫了 10%。 这反映了高油价与通膨正在为美国普通消费者的荷包造成实质性打击。华瑞认为，一般的市值加权指数因为有亚马逊和特斯拉这两大龙头股撑着，掩盖了其余数十档非必需消费股的集体疲软。
等权重消费板块的暴跌，才是美国一般家庭购买力因高昂能源开支而严重下滑的真实写照。在美股这波获利大爆炸中，除了地缘政治拉动能源板块外，另一条主线无疑是人工智慧基础建设的狂潮。花旗指出，不论是第一季的财报表现，还是对未来的获利指引，资讯科技与半导体板块依然维持着极其强劲的盈余修正动能。然而，这波盈余惊喜的集中度已经高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在第一季大盘超出市场预期的9美元每股盈余中，光是前20档大型成分股就联手贡献了高达 7.4 美元的盈余惊喜，其中字母控股单独贡献了 3.05 美元，亚马逊贡献了 1.34 美元，脸书母公司贡献了 0.98 美元，网飞贡献了 0.23 美元，微软贡献了 0.23 美元，微软贡献了 0.19 美元。这5大科技巨头几乎承包了整个大盘获利增长的半壁江山。相反的，最落后的前20档个股则合计拖累了大盘盈余达 1.3 美元，其中埃克森美孚就单独拖累了 0.32 美元，雪佛龙则拖累了 0.11 美元。到了展望第2季至第4季的后期阶段，这种获利修正的极度集中化依然没有任何改变。花旗指出，在调升下半年盈余展望的前20档企业中，埃克森美孚调升了 1.25 美元，雪佛龙调升了 1.1 美元，闪迪公司调升了 0.95 美元，美光科技调升了 0.43 美元， Alphabet 则调升了 0.35 美元。这20档 Razors 的下半年盈余调升总额高达 6.76 美元。然而，标普500指数下半年的盈余调升净值却只有 5.05 美元。这意味着其余492档个股的盈余预期非但没有调升，反而在被持续下修，其获利动能与大盘出现了严重的撕裂。这种巨头与非巨头之间的鸿沟，在美股8巨头的盈余数据对比中更为惊人。花旗特别指出，由科技7巨头加上博通所组成的美股8巨头，在第一季度的美股盈余年增率高达惊人的 28.6%。相较之下，大盘其余492档个股同期的盈余增长率却只有 6.4%， 显示出大盘在没有巨头加持时的平庸本质。从全年预估来看，资讯科技板块的全年盈余增长率预估为 45%， 其中半导体板块更是达到惊人的 92%。 相较之下，防御性板块的全年盈余修正甚至呈现了负的 1.1%。 华瑞认为，这种极端集中的获利分布显示，如果没有人工智慧建制狂潮所带来的盈余增长，美股大盘的高估值将会面临难以承受的重置压力。面对这种冰火9重天的两极分化，中小型股也呈现出有趣的获利走势。花旗在报告中指出，虽然大市值股票在销售和每股盈余的净修正幅度上高居历史前 90%， 但中小型股的营收预估在过去半年虽有走弱，其整体表现依然优于过去3年的平均水表，且其净修正盈余仍维持在微幅的正值。华瑞认为，这代表人工智慧基础建设所释放的巨大资本支出正在以缓慢但确实存在的涟漪效应扩散至中小型股，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大盘在消费与实体制造业疲软时提供了局部的安全气囊。对于美股未来的走势，花旗在报告中也特别提醒了后市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首先是中东伊朗冲突的变数，如果未来几个月内中东局势出现降温或和解，原油价格可能会快速回落，这将导致目前撑起第2季到第4季大盘盈余的能源板块面临盈余预估快速回吐与股价修正的风险。其次是通膨对消费端的持续侵袭，非必需消费板块的获利预估已经被砍半，代表消费者在高油价、高利率的压迫下正在实质缩减开支。如果科技巨头的盈余成长在未来季度中无法继续维持超高增速，而消费与循环类股又因为购买力下滑而无法接棒，标普500指数的估值溢价将难以维持。华瑞认为，展望2026年下半年的美股市场，虽然第一季亮眼的财报表面上带给了投资人巨大的信心，但在这个巨大的泡沫之下，由关税退税美化而来的财务水分、地缘政治冲突引发的板块获利前合，以及高度集中的巨头撑盘，都意味着美股大盘的容错率正降到极低的水平。在估值普遍偏高的当下，投资人此时更必须保持最高度的清醒，切忌盲目跟风追高那些缺乏核心盈利能力、仅靠财务重估或退税撑起财报的传统企业。
唯有密切监控中东局势降温后油价与通膨的回落路径，并寻求在 AI 浪潮外溢下获利实质落底的中小型龙头，才能在下半年这场极端撕裂的获利风暴中安然避开高估值地雷，实现长期稳健的资产增值。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